我嫂子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铁娘子，村口那些碎嘴子总笑我哥堂堂大学生，却被一个村妇骑在头上。我哥也不恼，笑呵呵地说他愿意被我嫂子骑。可谁曾想，我哥在读大3那年的暑假，竟牵回一个羞答答的城里女同学，抖着声也要护在她身前，对我嫂子说：若棠，小倩她有了我的孩子，我是个男人，我得对她负责。今日这事儿，你点不点头，我都得认。这一次，嫂子没有拿起那把豁了口的菜刀，只是笑着说：有了就生吧。我哥带那个叫苏小倩的女人回来那天，日头毒辣得很。可我却莫名地觉得，似乎有一层阴影笼罩在了嫂子身上。那个苏小倩穿着的确凉的白裙子，脚上一双小皮鞋，躲在我哥身后。哪怕是在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土路上走了2里地，她身上那股子娇贵的香粉味儿也没散。我哥陈景言是我们全村唯一的大学生，此刻他抖着声音护在那女人身前：若棠，小倩她有了我的孩子，我是个男人，我得对她负责。今日这事儿，你点不点头，我都得认。院子里静得吓人，连知了都不叫了。我娘正在纳鞋底，针尖一下扎进了指头肚，血珠子冒出来，她都没敢吭声。全村人都知道，我嫂子林若棠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铁娘子。这名号不是夸她温柔，是怕她。隔壁二流子想偷我家的鸡，被她撵了3里地，裤衩都被扒了挂树上。村头杀猪匠想占她便宜，被她2把菜刀剁在案板上，吓得尿了裤子。我哥这人在外头人模狗样，在家里那是蒿子见了猫。我甚至已经看见嫂子手边那把豁了口的菜刀在反光，心里琢磨着，要是真见了血，我是先抱嫂子的腰，还是先去捂我哥的嘴？可出乎所有人意料，嫂子没有拿刀，甚至连腰都没直起来，只是把手里那件我哥的旧衬衫搓了最后一把，拧干抖开，晾在衣绳上，动作利索，就像平常一样。然后他转过身，擦了擦手上的水，看着那个苏小倩，竟然笑了。有了就生吧，赶了这么远的路，累了吧？我去给你们做饭。说完，他真的转身进了灶房。我哥傻了，苏小倩愣了，我也懵了。只有灶房里很快传来了切菜的声音，嘟嘟嘟，一下又一下，听得我心惊肉跳。那天晚饭桌上的气氛比上坟还沉重，但我嫂子却像是个没事人一样。她特意给苏小倩做了一碗鸡蛋羹，上面奢侈地握了2个荷包蛋。哥平时那都是留着给我哥补脑子的，连我都落不着吃。城里来的教客吃不惯咱这糙米饭，吃这个养人。嫂子把碗推到苏小倩面前，语气平静。苏小倩有些受宠若惊，又有些得意地看了我哥一眼，那眼神仿佛在说，这母老虎也没多可怕嘛。我哥这才回神，看着那碗鸡蛋羹，又看看嫂子忙碌的背影，大概是觉得嫂子这是怕了他，或者是怕了他现在的大学生身份。也是，这会儿的大学生多金贵啊，那是天上的文曲星。嫂子虽然厉害，到底是个没文化的村妇，离了他，陈景言还能去哪儿？这么一想，我哥的腰杆子挺直了。他夹了一筷子咸菜，清了清嗓子说：林若棠，你能这么想，我很欣慰。小倩她是城里人，身子弱，以后家里的重活你多担待点。还有，这东屋采光好，你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搬到西屋去，让小倩住东屋。我和我娘都倒吸一口凉气。东屋那是他们的婚房。我娘张了张嘴想骂人，可看看那个苏小倩微凸的肚子，到底是为了那还没出世的大孙子忍了下去。我气不过，撅着嘴嘟囔：哥，你也太过分了，那可是嫂子的屋。大人说话，小孩插什么嘴？我哥把筷子一摔，拿出他在学校演讲的架势。这叫合理分配资源。小倩需要养胎。我看向嫂子，指望她能把那碗鸡蛋羹扣我哥脸上，可嫂子只是低头喝着稀饭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行，吃完饭我就搬。那一刻，我觉得嫂子好像变了，曾经威风凛凛的铁娘子，好似被人抽了脊梁骨。其实嫂子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凶的，而且哥哥对嫂子也不完全是怕，更多的是愧疚。那是4年前，我哥考大学的前1年，山上发大水，那水浑得像黄泥汤子，卷着树杈子和死猪往下冲。我哥为了捞几本复习资料，脚下一滑就被卷走了。那是家里唯一的男丁，我娘在岸上哭得都要昏死过去。当时嫂子已经怀了5个月的身孕，肚子尖尖的，村里老人都说是男孩。可她看见我哥在水里扑腾，二话没说，跳下去就救人。那是2条命换1条命啊！我哥被推上了岸，嫂子却被一根大木头撞了腰，孩子没了，是个成型的男胎。大夫说伤了底子，嫂子这辈子都不能再有孩子了。也是那天，我哥跪在嫂子床前，把头磕得砰砰响。若棠，你就是我的命，这辈子我绝不负你。要是日后我对不起你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那天之后，嫂子沉寂了一段时间，再次有精气神后，她就变得风风火火了。因为我哥考上大学了，但那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我哥的学费更是凑不出来。于是嫂子没日没夜的干活，去县城摆地摊卖服装，那是投机倒把的事儿，她不怕被联防队追，被地痞流氓欺负，她硬是凭着一股狠劲儿把钱一分一分攒下来。起初我哥的信来得很勤，全是家长里短，嘱咐嫂子别太累。可后来信越来越少，字里行间全是些我不懂的词，什么思想解放，什么灵魂的共鸣，什么共同语言。再后来就是那张照片，照片上我哥和苏小倩站在未名湖畔，笑得那样灿烂，那样般配。嫂子拿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，当晚她把那张照片压在了箱底，一夜没睡。或许从那时起，有些东西就已经碎了。苏小倩住进了东屋，嫂子搬去了阴暗潮湿的西屋。那个苏小倩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仗着肚子里那块肉在家里作威作福。一会儿嫌井水太凉，要我给她烧温水洗脸；一会儿嫌旱厕太臭，让我哥给她倒马桶。最可气的是，她还喜欢给嫂子上课。那天，嫂子正在院子里剁猪草，苏小倩搬个藤椅坐在树荫下，一边嗑瓜子一边说：“姐姐，其实你也别怪阿言，你们这种包办婚姻本来就是封建糟粕，
是没有爱情基础的。我和阿言那是自由恋爱，是灵魂的契合，你应该放手，成全我们，这也是一种新时代的女性美德。她嘴里蹦出一个个新词，显得自己多高贵似的。嫂子手里的刀顿了一下，抬起头看着正在旁边给苏小倩剥橘子的我哥。陈谨言，你也觉得咱俩是封建糟粕？我哥剥橘子的手抖了一下，他不敢看嫂子的眼睛，只敢盯着手中的橘子，小声嘟囔：小倩说的也有道理，咱们那时候确实没经过自由恋爱。哼。嫂子笑了一声，笑声又短又粗。陈谨言，你当年跪在地上向我发誓绝不负我的时候，怎么不说那是封建糟粕？我跳进洪水里救你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跟我谈灵魂共鸣？我摆地摊被流氓打得鼻青脸肿，给你挣学费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嫌那钱没有爱情基础？这一连串的反问字字带血，我哥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。那是他最不愿意面对的过去，是他想极力摆脱的土气和亏欠。如今被嫂子当着真爱的面揭开，他的自尊心受不了了。他猛地站起来，把手里的橘子皮狠狠摔在地上，指着嫂子吼道：林若棠，你够了，你就非得拿那点破事道德绑架我是吧？是不是因为你救过我，我就得一辈子给你当牛做马，就不能追求我自己的幸福了？你就是见不得我好过。吼完，他拉起苏小倩的手：小倩，我们走，不跟这个泼妇一般见识。这是第一次我哥敢这么跟小子吼。当天晚上我起夜上厕所，看见嫂子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石磨上，月光惨白惨白的照在她身上，像是一尊没了生气的石像。虽然是夏天，但这山里的夜风还是凉的。她就那么坐着，穿着单薄的衣裳，一动不动。我看到她在摸自己的肚子，那个曾经孕育过生命。她在那里坐了一整夜，我也在窗户缝里看了一整夜。第二天早上，嫂子再次像变了一个人，这次她变得沉默寡言，像个影子一样在这个家里游荡。苏小倩让我娘给她炖鸡汤，嫂子去杀鸡。苏小倩让我哥给她买雪花膏，嫂子掏钱。她越是顺从，苏小倩就越是嚣张。就连我娘都被那个未出世的大孙子迷了眼，开始帮着苏小倩说话。若棠啊，小倩毕竟怀着咱陈家的种，你是个懂事的，多让让她。我听着都想笑，这就是懂事的下场吗？日子没平静2天，那苏小倩就出事了。那天晚饭后，苏小倩突然捂着肚子就在炕上打滚，嘴里哎呦哎呦的叫唤。疼，阿言，我肚子疼，好疼啊！这一叫把全家都惊动了，我娘吓得脸都白了。哎呦，我的大孙子，这是咋了？苏小倩指着刚收拾完碗筷进来的嫂子，哭得梨花带雨。是她，肯定是她，这几天饭都是她做的，刚才那碗汤味道就不对。她就是嫉妒我，想害死我的孩子。我哥一听，眼珠子都红了。林若棠，你好狠的心！我说你怎么这么好说话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呢。我告诉你，要是小倩和孩子有个3长2短，我要你的命。哥，你疯了！嫂子怎么可能干这种事？怎么不可能？她就是个不下蛋的鸡，她自己生不了，就见不得别人生，她这就是报复。这句话太毒了，比那豁了口的菜刀还要伤人。嫂子沉默着，没辩解，只是深深地看了我哥一眼，那眼神里没有愤怒，没有悲伤，如一潭死水，平静无波。最后还是嫂子叫来了村里的牛车，连夜把苏小倩和我哥送去了县医院。我娘也跟去了，家里只剩我一个人，守着空荡荡的屋子，我心里慌得厉害。直到第二天蒙蒙亮，院门响了，是嫂子回来了。她身上沾满了晨露，头发也被雾水打湿了，贴在脸颊上显得格外憔悴，但她的眼神却亮得吓人。见我醒着坐在堂屋，她居然还笑了笑。怎么起这么早？饿不饿？嫂子给你做早饭。嫂子，你别干了，你歇歇吧。他们不配，他们都不配。我再也忍不住，冲过去抱住她的腰，哇的一声哭了。嫂子的身子僵了一下，然后那双粗糙的手轻轻落在我的背上，一下一下的拍着。傻丫头，哭什么？一滴温热的液体落在我的脖颈里，那是嫂子的泪。如意啊，嫂子不累，嫂子就是觉得这梦啊该醒了。直到中午，我哥他们都没回来，但我并不在乎，因为我看见嫂子在收拾东西，收拾了半天也只装了一个小包裹。临出门时，她把一个小布包塞进我手里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块有些发黑的银锁片，那是我哥当年向她求婚时送的传家宝，说是以后给孩子戴的。这个等你哥回来还给他。然后他又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包，硬塞进我的口袋里。如意，这是嫂子私房钱，你拿着，好好读书，一定要考个好大学，走出去。记住了，女娃娃只有自己立起来才是真的立起来，别像嫂子一样把命挂在裤腰带上给男人拼，不值。我抓着那个红包，哭得说不出话来。牛车来了，嫂子就在门口等着。嫂子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这个院子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那个背影瘦削却挺得笔直，就像多年前她拿着菜刀追流氓时一样。傍晚的时候，我哥他们回来了，苏小倩没事，孩子也没事。医生说是吃多了红薯和黄豆，胀气，再加上怀了孕，肠胃蠕动慢，才疼得厉害。我哥一脸羞愧。
大概是在回来的路上被风一吹，脑子终于清醒了点。他想起昨晚对嫂子说的那些混账话，想起嫂子那个死寂的眼神，心里开始发慌。一进门他就四处张望。如意，你嫂子呢？还在生气呢？我去跟她道个歉。昨晚是我太急了。道歉，晚了。嫂子这会儿估计都已经出省了。我哥愣了一下，眼色肉眼变得惨白。他弯腰去捡那块银锁片，手伸了几次才抓稳，指尖还在微微发颤。他用袖子胡乱擦了擦上面的灰，像是在安慰自己，又像是在向我求证般，干笑两声。出省，如意，你别吓唬哥。你嫂子她大字不识几个，离了我，离了这个家，她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，她能去哪儿？他声音越来越虚，眼神飘忽不定。她肯定是回娘家了。对，肯定是回娘家躲2天，想让我去哄她。她那么在意我，连命都能给我，怎么可能真走？见状，苏小倩的脸上闪过一丝嫉恨，她抚摸着肚子，一脸委屈。阿言，姐姐是不是在怪我？我不过是身体不舒服，误会了她，她就闹离家出走。她是要逼我走吗？这脾气这么大，这以后日子还怎么过呀？我哥摩挲着那块锁片，头也没抬。这次确实是我们误会了她，她气急了，闹离家出走也正常。你说的对，她脾气确实大，先让她冷静2天，我再去哄她回来。不过以后你可不能再没根据就污蔑她了。闻言，苏小倩虽面上不甘，但还是乖顺的点头答应了。看着这一对还在自欺欺人的男女，我只觉得可悲，为嫂子这么多年的付出感到不值。第2天一早，苏小倩看着桌上的咸菜稀饭，皱起了眉。阿言，医生说我动了胎气，得补补。我想喝麦乳精，还想吃那家老字号的烧鸡。好，买，都买，我现在就去拿钱，坐牛车去县城给你买。说着，我哥把碗一推，转身进了西屋。西屋里有个带锁的铁皮盒子，那是家里的金库。平日里，嫂子把做生意挣来的钱都锁在那里面。我哥进去的时候，脚步还是轻快的。可没过1分钟，屋里传来哐当一声，像是铁盒子掉在地上的声音。我们跑进去一看，只见那个铁皮盒子大敞着，被扔在地上，里面空空如也。我哥脸煞白，眼神直勾勾地盯着盒子。没了？怎么会没了呢？他猛地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神里全是慌乱的求证。如意，你嫂子是不是把钱换地方了？她是不是怕遭贼，所以藏起来了？我还没说话，就被一旁的苏小倩的尖叫打断。天哪，是林若棠，钱肯定是她卷跑了。她把钱都带走，1分都不给我们留，这是不给我们活路啊！我娘一听钱没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拍着大腿嚎丧。那个杀千刀的贼妇啊，那是给我大孙子的钱啊！阿言，快去报警抓他！够啦！我挡在门口，冷冷地看着这一屋子丑态百出的人。什么叫偷？那钱本来就是嫂子挣的。哥，你上大学这几年，学费是谁交的？生活费是谁寄的？娘生病住院的钱又是谁出的？就连你身上穿的衬衫，苏小倩吃的麦乳精，哪1分钱不是嫂子起早贪黑辛苦挣回来的？她拿走属于她自己的钱，天经地义。那她都嫁给你哥了，她的东西不就是你哥的吗？听到这话，我气急反笑。你知道他们2个是夫妻，还要横插一脚，你简直不要脸！我知道他无非又是要说些真爱之类的鬼话，根本不想理他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哥，直到把他看得发毛，我才揭开他的最后一块遮羞布。哥，你没告诉他吗？你和嫂子根本就没领证啊！当年你和嫂子办事的时候，仗着嫂子不懂国家政策，跟他说只要拜了堂就是夫妻。后来嫂子做生意长了不少见识，跟你提起领证，你就找各种借口敷衍他，让他别太在意形势。也幸好没领，嫂子才能走得干干净净。话落，我哥像是被抽走了灵魂似的瘫倒在地上。不会的，若棠怎么可能真走？她那么爱我，当年发大水，她连命都不要了，也要救我，她怎么舍得真走？她肯定是生气了，想吓唬吓唬我。像是溺水者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他神色癫狂。对，她就是吓唬我，她把钱拿走，就是想逼我去接她，我要去接她回来，接她回来。他一边呢喃着，一边踉踉跄跄地冲出门去。苏小倩和我妈都被他这副疯样吓到，没一个敢阻拦。过了2天，我哥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回来了，他浑身是泥，脸上还带着几道血印子，像是被人挠的。一进门，他就瘫倒在院子里，眼神发直。苏小倩急忙迎上去，张口就是钱。怎么样，见到人了吗？钱拿回来了吗？我哥像是没听见一样，只是呆呆地看着天空。过了好久，才发出一声惨笑。没在，他根本没回去。他转头看着我，眼泪无声地往下流。如意，你嫂子她弟说，他已经3年没登过娘家的门了。他们打我还说你嫂子傻，说他为了我早跟家里断亲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猛地一酸。是啊，3年了，我哥大概早就忘了嫂子为什么3年不回娘家。那会儿嫂子好不容易攒够了哥哥的第1笔学费，结果嫂子的弟弟知道了，就带着人冲到我们家来抢。当时我哥不在家，我娘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声。
是，嫂子，拿把菜刀横在脖子上，对着他亲弟弟吼。这是阿言的学费，是他的前程，谁要是敢动这笔钱，我就死在这儿。他发了狠，一刀砍在门框上，跟娘家断绝关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为了护住我哥的前程，他早就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。我哥抬手捂着脸，呜呜地哭出了声。原来他早就没家了，除了我这儿，他没地方去了。可他还是走了，他是真的不要我了，不要这个家了。直到这一刻，他终于意识到，那个一直给他托底的女人彻底消失了。此后的半个月里，家里乱成了一锅粥。苏小倩一点家务都不会做，烧个火能把灶房点着，洗个碗能碎一半。而我哥每天都缩在嫂子住过的西厢里，不肯见人。我妈也不再期待苏小倩肚里的大孙子，时不时就拉着我念叨着嫂子的好。那苏小倩也不是受委屈的主，每次听到都要和我妈大吵一架。只要他俩一开吵，我就躲到小河边去看书。嫂子说了，要我考个好大学。这个家已经伤透了他的心，我可不能再让他失望了。家里的日子越过越拮据，但嫂子给我的那个红包里的钱，我一分都没花，那是我走出大山的本金，我可得藏好。可我哥那点大学生的补贴根本不够苏小倩那个花钱如流水的架势。他要吃麦乳精，要吃罐头，要用雪花膏。很快家里彻底没钱了，苏小倩再也忍受不了家里的穷日子，一锤头砸开了西屋的门，冲着床上胡子拉碴的哥哥大吼：陈谨言，你到底要当缩头乌龟当到什么时候？当初你说你是大学生，以后能当干部，要给我和孩子最好的生活。可现在呢？我都多久没买过件像样的衣服了？早知道你家这么穷，还有一个这么难缠的妈和妹妹，我才不跟你回来。小倩，你忍忍，等我分配到工作就好了。忍，我都忍了多久了？苏小倩指着我哥的鼻子骂：我看你前妻走得对，你就是个窝囊废，连个女人都看不住，还让她卷款跑了，你算什么男人？别说了，求你别说了。我哥痛苦地捂住耳朵。是我对不起他，是我把他气跑了。苏小倩气急了，冲上去厮打他。我哥也不还手，就那么任由他抓挠，嘴里一直念叨着嫂子的名字。那一刻，我觉得他可怜，又觉得他活该。日子在鸡飞狗跳中过了半年，苏小倩生了，是个女孩。她一看是个丫头片子，再加上这半年跟着我哥吃的苦，彻底绝望了。做完月子的那天晚上，她就把孩子扔给我，卷走了家里仅剩的一点口粮和几块钱，跑了。听说她是回城了，家里给她找了个离异带娃的屠户，虽然年纪大点，但家里有钱，顿顿有肉吃。你看，这就是我哥口中的灵魂共鸣，在红烧肉面前，灵魂一文不值。苏小倩跑了，我哥的工作分配也下来了，但因为苏小倩去学校闹过那一次，传出了些风言风语，再加上我哥这半年状态极差，成绩一落千丈，整个人精神恍惚，所以他没能留在省城，被分配回了我们镇上的小学，当了个普通的教书匠。兜兜转转，他又回到了这个穷山沟。1年后，我收到了一封信，是从南方寄来的。信封里没有信纸，只有一张汇款单，上面写着给陈如意读书用，里面包着整整500块钱。在这个外援户都稀缺的年代，这是一笔巨款。汇款人的名字那一栏写着刚劲有力的林若堂3个字。看见那张汇款单，我哥原本死灰一样的眼睛突然亮了，他疯了似的抢过去，手抖得像筛糠，又哭又笑。他还记得家里。如意，你看，你嫂子她心里还有这个家。他抓着我的手，力气大得生疼，眼神里全是哀求。如意，你带我去找她好不好？哥要跟她认错，带她去领证。她那么心软，肯定会原谅我的。哥，别做梦了，这钱是给我的，跟你没关系。嫂子是在心疼我，不是原谅你了。早在你带苏小倩回来的那天，嫂子对你的感情就断了。又过了1年，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，我长了很多见识，对这个世界看得越多，就对当年的嫂子敢一个人走出来越佩服。毕业后，我分配到了市里的报社当记者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经常要去南方出差。那是一个秋天，我在深圳最繁华的商业街采访一位知名的女企业家。走进那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，我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老板椅上的女人。她穿着剪裁得体的职业装，正在流利地用粤语跟客户打电话。我愣住了，虽然她烫了时髦的大波浪，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，气质干练又优雅，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。嫂子，我试探地叫了一声，女人挂了电话，抬起头，看见我，她也先是一愣，随即泛起了温柔的笑意。如意，长这么大了，都成大姑娘了。她站起身，走到我面前，拉起我的手。她的手不再粗糙，保养得很好，还带着一只通透的翡翠镯子。林总，这位是？旁边的秘书问。这是我妹妹，亲妹妹。那天晚上，嫂子请我吃饭，是一家很高档的西餐厅。席间，一个儒雅斯文的男人走了过来，自然地把手搭在嫂子肩上。寿堂，这就是你常提起的如意吧？嫂子大大方方地介绍。这是你姐夫老赵，以前是我生意上的死对头，后来他笑了笑，后来被我打服了，就赖上我了。那个叫老赵的男人宠溺地看着他。是，我是被林总的魄力折服了。如意，你是不知道，你姐当年一个人背着货在火车站跟人抢地盘，
那架势比男人还猛。这个男人看嫂子的眼神全是欣赏和尊重，全然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施舍，也没有那种理所当然的索取。他俩是势均力敌的爱情。吃饭的时候，老赵一直在给嫂子剥虾，他剥得很细致，把虾线挑得干干净净，再沾点酱汁，轻轻放进嫂子碗里。嫂子吃得很自然，一边吃一边还在跟他说着刚才那个合同的细节。看着这一幕，我突然觉得鼻子发酸。以前在家里，从来都是嫂子做好饭端上桌，把最好的肉夹给我哥，自己吃剩下的。我哥呢，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嫂子的照顾，从来没给嫂子夹过一筷子菜。怎么了，如意？不合胃口？嫂子注意到我的异样，关切地问。没，就是觉得姐夫对你真好。我摇摇头，忍住眼泪。老赵笑了，擦了擦手。那是你姐织的。第一次见到你姐的时候，她又瘦又小，却敢一个人和几个大老爷们对峙。那时候我就想，这女人骨头真硬，是个做大事的。嫂子瞪了他一眼，却并没有反驳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：那时候刚来，没本钱，只能倒腾点电子表。为了省钱，我住过桥洞，睡过烂尾楼。那时候我就想，只要不死，我就得活出个人样来。他说的轻松，但我看到了他手腕上那道淡淡的伤疤，那是生活留给他的勋章，也是他跟过去彻底割裂的证明。饭后，老赵去开车，我和嫂子站在路边等。我犹豫了很久，还是问出了口：嫂子，你恨我哥吗？嫂子看着远处繁华的霓虹灯，点了一支烟，烟雾缭绕中，她的神情有些模糊。恨，她吐出一口烟圈，轻笑了一声。刚走的时候恨过，恨他忘恩负义，恨自己瞎了眼。但是后来我不恨了，因为太忙了，忙着进货，忙着开店，忙着跟人谈判，忙着赚钱。当你站在更高的地方，看着更广阔的世界，你就会发现，以前那些让你痛不欲生的烂人烂事，不过是脚底下的泥点子，甩掉了就干净了。他转过头看着我，眼神明亮而坚定。如叶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还要谢谢你哥。谢他？我不解。是啊，谢他当年的不娶之恩，谢他当年的不领证之恩。他讽刺地勾起嘴角。如果那张结婚证真的领了，我要想脱身，恐怕得脱层皮。是他亲手斩断了我们之间最后的羁绊，给了我彻底重生的机会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想到了回旋镖这个词。临走前，嫂子给了我一张卡，密码是你生日，这钱你拿着，在省城买个房，安个家。女孩子要有自己的窝，才有底气。至于你哥，他顿了顿，眼神里最后的一丝波澜也平息了。那个孩子毕竟叫我一声大娘，这卡里还有一笔钱，你带回去，算是给孩子的压岁钱。告诉你哥，两清了。我回到老家，把那张卡和画带给了我哥。彼时的他正蹲在学校门口抽旱烟，背已经驼了，头发花白，看着比实际年龄老了10几岁。那个被苏小倩抛弃的女儿，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在泥地里打滚。听到两清了这3个字，我哥的手一抖，烟袋掉在了地上。他捡起那张卡，像是捧着什么稀世珍宝，又像是捧着滚烫的烙铁。两清了，两清了。他喃喃自语，浑浊的眼泪顺着沟壑纵横的脸流了下来。如意啊，你说我是不是遭报应了？以前我觉得她是铁娘子，太硬，硌得慌。现在才知道，那是因为她一直把软肋藏起来，把盔甲穿在外面，替我挡刀子。我嫌她没文化，可她却懂得这世上最朴素的道理，情义。而我读了那么多书，却把良心读给了狗。哥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？嫂子现在过得很好，有人疼，有人爱，事业有成。她早就不是那个只会围着锅台转的林若棠了，而你只能守着这堆烂摊子，在悔恨里过完你的下半生。那天晚上，我哥喝了很多酒，醉倒在嫂子曾经住过的西屋门口。他抱着门框，哭得像个孩子。若棠，若棠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咱们去领证吧，咱们去领证好不好？可惜风吹过空荡荡的院子，再也没有人回应他。我是林若棠，或者像深圳这边的人叫的林总。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只是一个连名字都不敢大声说的从山里逃出来的弃妇。离开陈家村那天，我没回头，我怕一回头看见那堵土墙，看见陈谨言那张既后悔又理所当然的脸，我就会心软，就会觉得那一盆盆喂猪的泔水还在等着我去舀。如意后来问我，嫂子，你刚出来的时候苦吗？苦啊，怎么不苦？那是真的把脸踩在泥里的日子。我大字不识几个，只有一把子力气。刚到悦城的时候，为了抢个摆摊的位置，我跟一群男人打架，被人踹在肚子上，疼得在地上打滚，我还得护着怀里的电子表，那是我全部的家当。我睡过桥洞，夏天的蚊子能把人抬走；我睡过烂尾楼，半夜有醉汉来敲门，我手里攥着半截砖头，睁眼到天亮。那时候我也想陈谨言，想他读大学时穿的的确凉白衬衫，想他说若棠，等我出息了带你去城里时的眼神，想得心里像被剜了一块。但我更恨他，恨他把我的真心当草芥，恨他把那个还没出世就被洪水冲走的男胎当成束缚我的枷锁。我摸着自己平平的肚子，我就想，林若棠，你得活出个人样来，你不能是谁的附属品。
不能是谁的铁娘子，你得是你自己。后来我遇到了老赵，那时候他是我的死对头，抢我的货源，压我的价。我以为他是个奸商，后来才知道他是看我一个女人太拼，想帮我一把，又怕伤我自尊。我们在大排档喝过酒，在火车站的货堆里对过账。他说：“若棠，你这骨头比钢铁还硬，但也别忘了，钢铁也是会累的。”再后来，生意做大了，我有了自己的公司，有了秘书，有了能俯瞰整个深圳的办公室。我学会了穿高跟鞋，学会了化妆，学会了用最温柔的声音说最狠的话。有一天，我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看着底下的车水马龙。如意来看我，她问我恨不恨陈谨言。我抽了一口烟，其实我并不喜欢那味道，但我喜欢看烟雾散去的样子。我说我不恨了，因为当你站得高了，底下的烂泥坑就看不见了。陈谨言、苏小倩，那个让我流产的洪水，那个让我绝望的西屋，都成了脚底下的泥点子。我甩甩脚就干净了。我甚至要谢谢他，谢谢他当年的不娶之恩，虽然本来就没领证，谢谢他亲手斩断了我对男人和婚姻最后的一点幻想，逼着我长出了自己的脊梁骨。那时候我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，有钱有事业有老赵，知冷知热挺好。至于孩子，大夫说我伤了底子，这辈子难有，我也认了。我把如意当亲闺女疼，把钱都攒给她，就像当年攒钱给陈谨言读书一样，只不过这次我是为了我自己高兴。那是一种死过一次后的通透，我觉得我的心像一块坚硬的石头，再也不会为谁开花了。直到那个早晨，若棠醒了，她习惯性地凑过来想亲我的额头。是不是又做噩梦了？我刚想说话，胃里却突然一阵翻江倒海的酸水上涌。我推开老赵，光着脚冲进卫生间，趴在马桶上干呕起来。老赵吓坏了，鞋都没穿就跟了进来，一边拍我的背，一边焦急地喊：怎么了？是不是昨晚的海鲜不新鲜，还是胃又疼了？我叫司机去医院。我呕的眼泪都出来了，胆汁都要吐出来，却什么也吐不出。那种久违的属于孕妇的生理反应，像一道惊雷劈在我的天灵盖上。我抬起头，看着镜子里那个妆容精致却脸色苍白的女人，我声音有些发抖：老赵，别去医院。不去医院，但别叫司机，你陪我去。2个小时后，市里最好的私立医院。老专家摘下老花镜，看着我的化验单，又看了看我，笑得满脸褶子都开了花。恭喜啊，林女士，不是胃炎，是喜脉，已经快3个月了，胎象很稳，就是你太操劳，要注意休息。老赵傻了，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，阳光刺眼得很。老赵一直傻笑，想抱我又不敢抱，想摸我的肚子又不敢摸，最后只能紧紧攥着我的手，掌心全是汗。若棠，若棠，咱们有孩子了，真的有孩子了，我要当爸爸了，你要当妈妈了。手机在包里震动起来，屏幕上显示着如意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接通了电话，声音里带着从未有过的轻快与温柔。喂，如意啊，我是嫂子，有个事儿跟你说，你要做姑姑了。电话那头死一般的寂静，随后爆发出如意的尖叫。我挂了电话，看向远方。陈谨言，你看，你当年亲手打碎的那个不下蛋的鸡，如今不仅飞上了枝头，还要筑起新的巢啦。这一次巢里没有你，只有我和爱我的家人。